是。哎，好，我係生意市場嗰啲咧，收皮高啲嘅寶貝。这儿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东端，它曾是世人心中的天地东极，神与海疆，甚至吸引着秦始皇2次千里奔赴。如今更有数十万人翻山渡海向此地而来。你看那边沙滩上的人，我的妈呀，感觉像到了三亚一样。去那边都过来呀！这啥也没有。不是下海啊！这是养殖区，不能赶东西。原来都不行了，都要死的人了，都在这儿自己能自理了，还挣钱上班去了呢。这里就是山东最东边的城市荣成，常住人口约70万，其中近20万是外地人。听过七台河吗？我德州的，我是河南的。我们感到十分困惑与好奇，山东最东到底有什么？为什么几千年来总有人喜欢往山东最东边跑？我是牛美丽同学，这次我们从荣成的市区出发，一路向东，直到山东最东点。朋友们可以先点个关注或收藏，准备好美味的饭菜或零食，我们一起去山东最东寻找答案。哇，你在这儿呢！今天正好是荣成这边有一个集啊，好久没有赶山东大集了，我们去看一下山东最东边的集市是什么样的吧。我们今天来赶集的这个地方啊，叫中韩边贸城，在广场空地上停了非常多的车。而且这些车有很多都是外地牌照，黑地、杭州浙 A 的牌照，还有苏 B， 还有粤 A， 还有 GF， 西宁的车都干过来了，青 A， 我的妈呀，这也太远了。鲁 A 济南车，鲁 B 青岛的。这个中韩边贸城的大集人还是挺多的。可以就在我周围看到，哇，全是人。大吉凉皮5元，西瓜9毛9一斤啊！这是油条吗？这个是煎饼果子。煎饼果子？啊，哇，这不是面的果子。哇，这么大！往前面走，这边就是卖海鲜的了。带鱼、生蚝、扇贝。哦，它不会越狱吗？这玩意儿是不是可以生吃啊？韩国人爱吃。咱这边我看中韩商贸城，您见过有韩国人来吗？这边？很少。那没有韩国人，他为什么叫中韩商贸城？以前有卖韩国商品。以前卖韩国商品。哦。问了一圈，答案出奇的一致，几乎没见过韩国人。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儿。这个集市上的口音种类有点复杂。这是菜吗？这属于马氏菜哦，马氏菜、山菜。这是野生的还是种植的呀？自己扯来的，但是自己扯来的山菜。我带花生地了扯来的。我吊子，这不这旗杆吗？我吊子。这是野生的吗？野生的还是种植的？不用种，自落地了自有。哦，他的意思是。野生的还是自个种的？哦，其实山东最东到最西的长度有700多公里呢，每个地方的方言也不太一样。虽然我是山东人，但是我其实也听不太懂他有一些话说的是什么意思，也要很认真的听才能听懂。我是一个山东人，但很难听懂山东最东边的方言，而陆总作为一个东北人，在这里却可以无障碍交流。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东西。本地人叫粑粑饼。粑粑饼。您是哪儿来的？是黑龙江。我听您口音是东北的。东北的。东北哪儿的？哈尔滨。是。东北那嘎子地。啊。您是东北哪儿的？江西。江西。我们转了一圈，发现这个摊上特别多的东北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北人来到山东最东做生意？这里还有哪些外地人会经常光顾？咱这樱桃是本地产的吗，大娘？对。来这边玩，朋友们可以实现樱桃自由了。
没了还自啥有？没了啊！这点儿没有了，结束。哇，那要是再想吃，是不是价格就贵了？再想吃，那边有大连的。为啥要来荣城这边生活呢？我们东北没有地呀，都出来打工啊。5块钱1斤的这个啊，尝一我看尝很多东北都喜欢去三亚那边，海南那边。啊，没有那条件呢，现在得干。你等到老了退休上三亚去，你现在你不干，有孩子你，那孩子上大学你得钱了。那也有来就是荣城这边来养老的不？有啊，太多了，这不就是养老的地儿吗？这就养老地儿啊。对呀，我们都来10年了。那得退休，哦不退休现在您是哪儿的？北京的。哦，我听您口音也像是北我京的。得蹦高干，帮我也称的。得给我大孙子供完了大学。啊，所以您是来这边来养老的是不？啊还是度假？我妈。哦。有的是上这边养老的。哦。这边买一小房特便宜。啊，这边您买那个房子大概什么价？我们买的时候才3000多吧。3000多一平。现在也这样。哦。没怎么涨。那为什么不选择更南方一点的沿海城市呢？离北京近呀。哦，还是方便是吧？对对，而且这避暑。啊。特凉快。好重啊，朋友们，这个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啊，这个是那个蟹黄味的炸鸡，然后还有小米和玉米饼，以及4斤樱桃，买了这么多东西啊，一共38块钱。所以在这集市上呢，我们还是看到了非常多的外地人。在大集上，那个北京姐姐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条件够就在樱花湖买，特别好。好多北京来了就不走了，就在这儿。所以我们打算去樱花湖转一转，看看那里有什么吸引着人们前去买房。樱花湖 Sakura Lake， 这个湖呢，湖如其名，它在每年的4月份或者是5月份的时候，就会在周围开满樱花，会非常的漂亮。路边还停着一辆樱花小火车，我估计4、5月份的时候人指定不少。这条道的两边应该都开满了樱花。这个湖这一片，就我现在站的这块区域，其实是没有房子的，但是在湖的那一面，那边有很多湖景房。我们打算去湖的对岸看一看。我们现在来到了樱花湖的对面，这边有一个商场九龙城，我感觉这一块应该是它的商业区。我们现在在樱花湖体育公园这里，然后我们之前去辽宁抚顺的时候，那边的城市里面也有一个大圆环。这个巨型圆环是荣城市的核心地标，樱花湖之恋，它也是荣城的城市名片。我身后就是樱花湖了，我站在这个湖边啊，非常非常的凉快。我在地图上看啊，这片湖是跟海连在一起的。我之前在网上看过，说等到冬天的时候，就会有成群的白天鹅从西伯利亚那边飞到这边来过冬。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一睹这个白天鹅的风采了，现在他们还在西伯利亚玩耍呢。我们在樱花湖的那个下午，天色有点阴沉，说实话，我们没能把它的美拍出来，但也因为没太阳，一点都不晒。湖边好多人在休息，有人在草地上散步，有人坐在湖边放空自己。也许并不止晴空万里才是好日子，像现在这样不用想太多，舒舒服服地吹着风发着呆，也是值得珍惜的一天。北京姐姐说的没错，樱花湖确实是一个好地方。那些推开窗就能看到这片湖的人，他们住的房子什么样，哪一套要多少钱，又因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把家安在陆地的尽头？华发樱花湖现在是荣城最好的地段了。您是东北哪儿的？我是齐齐哈尔的。齐齐哈尔。对。
其实还是烤肉不错。其实还是烤肉不错，我们去吃过一次。最出名的，两鸡两顾啊！哇，这景观太棒了，真的超棒。那边还能看到海呢。对，远处是海，近处是湖。这个房子可以看到樱花湖的一个全湖。这就是我的梦中情房了，面朝大海，然后整个视野非常开阔，能让人感觉站在这边心情非常好。然后这边是卧室。这个应该是主卧，主卧的房间窗户也是冲着樱花湖的，主卧还是带独立卫浴的。这个房子的装修都是开发商当时买房的时候精装交付。那个整个房间面积大概能有多大？152。这个是租的还是卖的？这个卖的，现在是报180万。那就差不多1平米1万多一点，1万1000多。对。那像这么大的房，如果在这个小区有没有租的那种？租的有，但是很贵。就这个房子这样的景观，租的话1个月差不多得5000。要是短租的话，你很快就住去了。特别现在这个旅游旺季，旅游旺季这样的房子差不多1个月得1万块钱以上。1万以上1个月。哇！比老城区的房子稍微便宜点。整体这个以这个海边这边的小区吧，就是夏天入住率都会高点，冬天可能会有一部分人上海南了。一般都是从哪儿过来的？来这边租房？来这边人好多哪都有，上海的、北京的，北上广吧居多吧，还有些黑龙江的人哈尔滨的比较多。所以您来这边多久了？来荣城？我是04年来的。哇，有20多年了。当时算是半个荣城人了。您当时为什么考虑会来这边？当时也是跟着同学或者家里边有亲属在这边，所以这边环境各方面也比较好。当时这边也是有一些外资企业吧，比较多嘛，但是跟着这个大部队来的。当时04年的时候有这一片吗？这边？当时04年这边没有，这边都是荒滩。所以这20多年下来，荣城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发展很快，反正是20年左右。看完房子，我们正计划着下面的行程，可地图上一个熟悉的城市名字却突兀地出现在这座我们尚且陌生的城市里。为什么这里还有一个淄博度假村？朋友们在山东最东找到老家了，淄博度假村。这个小区里面停着的车呀，大部分都是鲁 C 淄博车牌，所以这个小区里面应该住了特别多我的老乡。这是一户人家的院门口，哇，这路两旁种了各种各样的花，太漂亮了。我10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身边就有一些长辈喜欢在威海买房子。这一排平房是他们的棋牌室、活动室，因为我刚刚都听到里面传来乒乓球的声音。球打不错呀，大爷。这为什么会有一个淄博度假村啊？对，是淄博开发的。也是小时80，这是淄博的。这小区什么时间建成的？2001年开始。怎么宣传到咱们淄博那边去呢？他就上到淄博发广告啊，到淄博发广告，在街上这样发广告呀，拉到你来看房子。那您当初是什么原因来这边想买房？这里淄博36、7多，这里25、6多，加10多，主要就是2块。可以从荣城直接坐大巴就回淄博市里了。啊，就是对开，每天是对开2辆车。那这边这个房子贵吗？因为我看很多楼上也写着出售。哎，对，大概有3、4千。3、4千一平。哎，4千那个3、4千一个平方吧。那户人家的窗户外面有一双鞋在荡秋千。这个小区这里还有一些活动的地方，但现在是下午的2、3点钟啊。活动的地方基本上没有人，我估计晚上或者是早晨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中老年人在这里活动休息。我也来活动一下，我够不着，算了，在这儿吧。
哇，这个风吹过来真舒服啊！这旁边这棵树是桑树啊，上面结满了桑葚，它都已经熟透了，然后掉在了地上，把这个路面都染成紫色的了。这个应该是无花果吧？市场上卖挺贵呢，30块钱一斤。这树莓结的果子都特别的大。朋友们，有一说一啊，这小区里面真不错呢，种着非常多的果树，绿化也很好。而且这些果树我不知道是这个人家自己种的，还是说小区物业统一种的，没有人去摘这些果实。看你又抓回来的，我不是带上来看看那只有渔网了。我一网这说人家光不看了。哦，那些无花果上的都是。无花果是果园种，这10万杉树是红稻上是公家的，这出来也不是公家。那这个小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是吧？老年人、青年人、老伯来呀，青年人有的老孩，有的上班，哪有时间来呀？没时间了呀。是。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才70多。70，我看像60多，你这。我才70多岁，我49年生的。49年，才嫁过来。和中国一年生日。一个年代。哦，这呢是冬天没到有人是吧？冬天没了。冬天没了，还没拿起，谁来着？快冷。咱这没有拿起吗？没这拿起啊。设计的时候就没有是吧？就没有，就是这连房在这。冬天有人租房子来这呢？有啊。他冬天来这干啥？那在海上，只是在海上人都来这的。哦，他那个渔民来这呢租房子。这呢房租他是冬天是多少钱？一年的会是几千。也有多也有少，你全给领过来，协商了。前面有几个大爷好像在编渔网，是编渔网吗？改渔网。改渔网哦，就把它加大是吧？加个兜，加那个没有兜，加个兜，鱼它乱跑不行啊。东北人。听你口音，咱俩是东北老乡。哎，你哪儿的？我是吉林的。吉林，我是哈尔滨。您为啥从东北来这边？就是溜达玩的时候看见挺好，在这儿买房。孩子都大了，他们都自理没问题了，我们在这儿感觉都挺好，上这儿来养老。冬天也在这儿吗？冬天有时候回去，有时候也不回去。我们之前去那个海南岛，挺多东北的。在东北这不天气那冷吗？你像黑龙江、哈尔滨这边都冬天这温度那么冷。完了在家在东北这老酒这家定家喝，现在这不是这家一有毛病了，这怕死了就不敢喝了。完了这气候再好点，这一养，好了，那好了。所以说这一宣传，一看原来都不行了，都要死的人了，都在这自己能自理了，还挣钱上班去了呢。行了，这家都往那跑了呢。探索完淄博度假村，我们也在荣城老城区里逛了逛。老城区的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很像是一座山城。房子大多刷成银黄色，有点小清新的感觉。街道很干净，路旁的梧桐树粗到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我们走进了一个老小区，发现有一个细节特别的山东。山东这边的一些房子啊，尤其是老小区，它一定会带储藏室，一般老小区都是4、5层。那楼是楼，在那个楼的旁边，1楼就会有一个小平房，一排，那个就是储藏室，用来放一些杂物啊，或者是你想做一个仓库啊，也可以。现在一些新小区啊，有新的楼盘也会有储藏室，但是那个储藏室呢是在地下的。我去了很多一些城市啊，发现好像只有山东这个储藏室比较常见，我不知道这属于地域文化还是什么。在你们的这个城市，在盖楼的时候，商品房有没有带储藏室呢？看完了山东最东的城市，我们打算继续向东出发，去看看在山东最东的角落里生活着怎样的人，他们又为什么来到这里？在向东行驶的路上，我们有了个惊人的发现，在2026年的今天，山东最东边竟然还有人住在用草做屋顶的房子里，而且这里的村子好像都这样。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村子，叫东固村。
这个村子里很多房子的屋顶啊，都是用海草铺上去的。大爷，那个海草房底下是什么呀？是瓦吗？不是瓦，是草，也是草。啊，那它有一些那个海草上盖着那个滤网是什么？干什么用的？你就怕它刮。哦，怕它刮下来。啊。但是我看这个海草房就是已经有好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了，它这么些年用过来会漏吗？真的会漏吗？一到了下雨天就漏吗？漏的话就得补是吧？有的是海头补啊，再找海头就补，再不就是哈这个。您家这个房顶是什么都没弄是吧？就是没弄那个彩钢。没弄，俺家往不了。所以您家这个房顶就是属于修缮的比较好，然后不会漏是吧？对。多长时间修缮一次啊？这倒是年，这10年。哦，那还挺久呢。那现在这个海草是野生的还是要买呀？到一旦还也是有，这都得去买。这个贵吗？买这个？买得6、7块钱一斤的。弄这么大一个房顶需要多少？6万是。他忘记了。别地儿沿海地区我们也都去过，但是没有这种用海草做房顶。没有啊，这咱们都是这一趴新盖的都是海草，干了后期盖就是这个瓦。哦，后期的都是。就是瓦，最早的都是。所以您家40多年。40多年了这个房子。哦。朋友们，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面找到了一间没有人住的海草房，这海草房已经破败了，墙都已经塌了。甚至连门都已经找不到了，但它外面还有一扇窗户，窗户也是破的，但是能从窗户里面看到原来的这个老海草房里面是什么样的。哎，这个是这个海草房的正大门，这里还有一张床，类似于炕吧，我感觉有点像那个炕。然后这个是砖头砌上去的，然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洞，应该是往里面送柴火之类的吧。屋顶上的梁都是木头。用枝干编成的像草席一样的铺在了横梁上，靠近窗户这里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还放着几瓶药，应该是老年人吃的药吧。这栋房子的屋顶都已经生杂草了，这些老式海草房的墙上有一个这样的小匣子，这墙上还有一个耳朵，然后这耳朵中间有一个洞，这洞是通的，这是干嘛用的呢？有人在这里做了一个风铃，是用贝壳松塔做的，好漂亮。这里还用小葫芦做了一个，做这个的人应该非常有情调。瞧瞧这杏树，树上的杏子落了一地，有些都烂在地上了，可能这边果树太多了，吃不完。突然发现地上有一只小蛤蟆，它不动了，哦，动了，爬走了。哇，这是在建海草房的房顶。哇，这门手艺真的好像年轻人会的已经不多了，都是老一辈人在建好这个海草房的房顶。这个村子呢，老年人非常多，年轻人特别少。感觉现在不管哪个地方的农村啊，都是老年人为主，年轻人都去城里发展了。这边人家的门啊，都非常的气派，都有一个这样的小角。这上面这个叫什么？它有专有的名词吗？其实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啊，只要是沿海的城市，沿海有山的城市，这些村子里的房子基本上都是用石头盖的。像我们之前去过的平潭岛上面的这个村落里的房子，大部分也都是石头垒的。所以我觉得在海边用石头盖房子这一点，好像是全世界甚至都是比较共通的一个事儿。很多国外的一些海边的农村啊，他们的房子也都是用石头盖的，好像全世界都是这样。但是山东最东边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虽然它的房子的这个主体是用石头做的，但是房顶是用海草做的。这一点呢，全世界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是在山东最东边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在丹麦。如果你想体验什么叫天有不测风云，那就是你正在村里闲逛的时候，突然天降大雨。我靠，家人们，下开了，而且一下子下大了，无处躲雨的你只能狼狈逃窜。好客山东在交个朋友这件事上，
总是让人猝不及防，让人琢磨不了啊！哇，这大爷紧急收衣服，哇，我受不了了，快，胜利就在眼前，我已经湿透了，我的妈！离开东固村，我们继续向着山东最东的角落前进。在海边，一艘不远万里而来的异国货轮停在了那里。它又为什么而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布鲁斯维号的沙滩附近啊，这一块区域已经开发的相当成熟了，这周边全都是各种吃饭、消费、娱乐的地方，甚至还有蜜雪冰城。有蜜雪冰城的地方，说明这个人流量还是非常大的。这块沙滩还在不断的开发当中，然后在海的那边，那条船就是布鲁维斯号了。当无数人向东寻光、踏浪而来，一艘远洋漂泊的巨轮却被命运留在了东海岸，续写着独属于它的漂泊终章。2022年9月，台风南马都自太平洋席卷而来，受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影响，原计划前往荣成港口改造升级的巴拿马籍货轮布鲁威斯号失控搁浅近海。万幸的是，船员全部获救。布鲁威斯号却因高昂的托运成本被迫停泊至今，风浪将它困在齐鲁东极海岸。此后，千万人又专程为它奔赴东方。人与船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相逢在山海的尽头。我之前看网上有人分享说，各国的船有很高的税，所以很多船呢都会挂巴拿马国籍。感觉跟很多影视传媒公司喜欢去新疆霍尔果兹注册一样。家人们，你看那边沙滩上的人，我的妈呀，感觉像到了三亚一样。看我发现了什么？这里有个螃蟹。哎，抓一下，快，那边。好，抓住了，抓住了。哎啊！这么大螃蟹！哇，你在这儿呢！哇，你看起来好香的样子啊！哈哈。沙滩上每隔几米啊，或者是10几米，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白色的棚子，那边也有，那边也有。然后里面坐了一些穿着蓝色马甲或者是橘黄色马甲的人，摄影人员工作的地方、休息的地方。沙滩有那种管理的，就是那种就政府的，免费给我们提供的，给游客啊，有时候在这去落个脚啊，给摄影师落脚。那咱们这些摄影棚都是属于咱们摄影公司自己在这儿需要租，还是需要怎么？其实就是我们要交一个沙滩的一个维护费，适当的交一些费用，因为你一定要每天收拾卫生，然后还帮你把停车场规定的清清楚楚的，然后我提供帐篷，然后提供白衣帽，我觉得该出这个钱，没有说像网上那么过分，还有我10万块钱买一个马甲，买个机会，没有那种东西，因为这个太火了之后，它的产业规模上来之后。是，我觉得得规范。没有这个船的是吗？这啥也没有。这边是啥呀？这个是养殖区，人都不能靠近。就你往这一走，哎，老头就来了，哎，不准下海啊！这是养殖区，不能赶东西。22年的时候，那个船是我第一次来拍的时候，船头是冲着海的，它是完全是被台风、被海浪刮成这样的，硬刮斜了，给转过来了。对，所以说这个船我感觉迟早会倒的。当它马上就要倒那一瞬间，绝对会插掉的。它现在还会动吗？冬天的时候，那个船被浪打的都在呼哧动，那个浪打的比船都高。所以你是学摄影的？对，我拍照的，大学学这个。大学毕业在银行上班，觉得银行太无聊了，就自己开家火锅店。然后疫情倒闭了，看这儿解封之后，干的旅游，坐的包车，然后就，哎，别动啊，别动啊！那你是威海本地的这边？不是，我是河南的。河南的？对，河南的。那你为什么要从河南来这边？中原嘛，哪里不喜欢海呢？哦，就是奔着海来，然后才打算在这边。对，肯定。新乡，沙滩摄影师的比例的话，普遍是18到22岁左右的，啊，大多都是。哦，这边这个沙滩上的游客基本上就在干3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和布鲁斯维号合影，第2件事情喂海鸥，
第3件事情就是骑沙滩摩托，玩这些沙滩上的娱乐设施和项目。走吧，朋友们，我们去码头整点海鸥。本来是要喂海鸥的，结果陆总先吃上了。我先替海鸥试试毒，那真别说，还挺好吃的，跟我们买那种超市里买的那种火腿肠味差不多，其实它要更粗一点。商家说喂海鸥的，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人能不能吃啊？我都已经吃掉这么长。家人们喂海鸥了。我在这片沙滩上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边的海鸥粮是最靠近大海的海鸥粮，所以这里的价格是10块钱1份，15块钱2份。然后我们现在走2步，大概在距离它50米的地方，到这边就降价了，5块钱1份，10块钱3份。我们现在继续往上走。海鸥粮6元2包，10元4包。所以布鲁维斯这片海滩上的海鸥粮的价格也是分地段的，跟商品房是一个道理的。海边的天气就是这样阴晴不定，上午还是艳阳高照，现在就已经乌云密布了，等一会儿估计就要下雨了。布鲁维斯号就像孤独的根号3，不管晴天还是下雨，总是裹着一层宿命的破碎感，让中登触景生情，情不知所起，起身拍了一支吃过布鲁芬版的痛片。Action！ 哎好，华山一起下草地来。中登痛片3步走，第1步冲向大海，第2步突然下跪，第3步殴打大海，最后再配上一首20年前的悲伤情歌。山一起下草地来，下不来高低的宝贝。以痛到浑身湿透的方式看完布鲁维斯号，我们终于来到了山东的东极点，山与海的尽头。朋友们，穿过前面的东天门，我们就抵达山东最东点了。这里是一个景区啊，城山头风景区。我们今天就住在城山头风景区里面，我们提前订好了里面的民宿。当然，景区外面也有非常多的住宿的地方，因为我们打算明天早上，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拍到最早的日出，所以我们就直接订了景区里面的民宿。家人们，这个门上面写的东天门啊，南天门在泰山顶上，东天门在山东最东点这个地方。东天门和南天门都在山东省境内，不知道有没有北天门和西天门这一说。到了，现在去办个入住。哦，这个民宿的价格是280块钱1晚，所以我们就订了1晚。但是呢，因为这个民宿它在城山头风景区里面，所以我们人进来跟车进来都不需要再额外买票了。如果是单独买这个景区的门票的话，价格大概是成人票应该是140块钱左右一张，然后你如果是自驾，你的车也要进来的话，那么车也是要买票的，车的价格大概是80块钱1辆，相当于我们住在景区里面就节约了门票的360块钱。在民宿简单休整了一下后，陆总决定去看一场山东最东的日落。我应该是误闯了一个这个无花果采摘园，但我肯定不摘这里的无花果，没熟，我也不想吃，所以记录一下啊。哇，这边更好一点。朋友们，这就是山东最东边的日落。就在陆总沉浸在拍摄日落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到来打乱了他的节奏。哦，好粘人，好粘人，好粘人。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完了完了，我光顾着撸猫，日落我都没拍。哎，对不起朋友们。都是你的猫猫。来这边，来这边。哇，这咪咪在脚下疯狂蹭我，我的腿毛又增加了。
快在这里打上滚了，它。我们就一起看完今天的夕阳好不好？你说好不好？好，好吗？这边是猫，这边是日落。你在这里应该不会冷吧？牛伟丽同学今天没出来损失1个亿，我跟你讲，真的，因为明天早上我们还要看日出嘛，所以他打算先睡觉了。这就是旅行当中奇妙又有趣又温暖的邂逅吧。现在夕阳已经沉下去了，风很温和，它就这样安静地躺在我的腿边上，还在打呼噜呢。摸摸猫头，万事不愁。喵。这次出来没带猫条，真的是有点失误了呀，咪咪。但你在这里应该有人照顾你吧？很高兴认识你啊。夕阳已经落下去了，现在是日落余晖。有一只偶遇的猫在山东最东端的土地上陪我看夕阳。哇，太浪漫了！我平时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我其实是一个理工科直男，但是有时候又会写一些比较文绉绉的文案吧。视频里那些文案也有一些牛美丽同学觉得太过于文艺了，念不出口，那些东西都是我写的。就是我觉得一支片子应该有属于它的情感，没有情感的东西就好像没有温度一样。猫猫走了，咪咪，你去吧，咪咪。好，现在夕阳也落下去了，日落余晖也即将迎来它今天的谢幕。偶遇的小猫也已经去寻找它自己想去的地方了，我也该收拾东西回去了。我要走了，咪咪。很高兴你在这里陪我看日落，你要继续加油哦，争取活得久一点，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说点自己想说的话，就做你自己就行了，是吧？哎，算了，别对一只小猫有那么高的要求，它只是一只猫啊，对吧？告别落日，回到民宿，我们仍想知道住在这里的人和猫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山东最东。哎，又有一只新的小猫吗？这是一只这里头。我才看见，我下午来的时候还没这只小黑的呢。你只看到这一只布偶是吧？对，看到这一只17岁了吧，它已经17岁的老猫了。这个猫从那个美国坐飞机回来的，花了好几万块钱，然后它主人半道不要它了。然后它就在院子里哈，有时候生病什么的，就是就到春天，有时候眼睛就肿，要不就脚就肿哈，哪就偶尔的给它擦碘酒啥的，它就自己就扛过来了，就老厉害了。哇，这猫太它都没有牙齿了，吃那个猫粮吃的可慢了。哦，那它粮都是它的。那它只能吃点软的了，就是它什么也不吃啊，它就是从小就一直吃猫粮。那给它泡软了，它也不吃吗？不吃了，我给它泡点牛奶，有时候挤点羊奶给它喝，它也不喝。哇，它这挺有活力的，我感觉。对，还行，我看它还能活几年。我觉得活个20年问题不大。这两天它被车压了呢，我寻思拉倒了。它还被车压了？对呀。它因为它现在又聋又瞎啊，就是它有点眼睛也不好使，然后我寻思拉倒了，我寻思肯定是拉倒了哈，但不知道在哪趴了3天出来了，然后就又复活了一下，自己回来了，我真是服了它了。哇，它太顽强了，这个猫。布偶挺厉害的。大姐，您在这边干这个干了多长时间了？但是我来20多年了，20多年啊，03年来的。后来我这不是退休我65，我就不干什么了，不干什么，我想就是一边养老一边有个事儿干啊。我喜欢做一个就是老了一样有事儿干，就是把生活和这个生意能结合起来做个探讨吧。然后我就一边生活，这不是在这一边过田园生活，一边那个把这个运营起来。现在都说年轻人创业哈。其实我觉得老年人应该创业哈，因为老年人这个资源有工资，对，退休金保底儿，对，没有压力。然后吧哈，
其实好多人年轻人都觉得说的，你们年纪大了，经验都过时了，怎么的，不能说这个经验就是都有用哈，但是有一些个会化作咋说呢？通俗说化作营养吧，就是好多事儿，你要是说经历多了，我觉着你对做什么事都有用，跟说老不老没关系。对，坐一会儿了。大哥，你喝呢？啊。哎呀，这一会儿还有9个客来吃饭呢，我一会儿还得做饭呢。哎呀，我刚听你说1天不炒菜浑身难受啊。对呀，我不炒菜浑身难受。我听您口音也是东北的呀？你是哪的东北的？七台河。七台河？听过七台河吗？有老虎。有东北虎嘛。所以您来这边多长时间了？在都有小10年了。为啥会考虑从东北来这边？这条主要是孩子在这边上学啊，现在高中了。哦，主要是孩子上学，因为教育好。那然后是准备回东北参加高考吗？啊，就是这么考虑的，应该是分数线应该差个50、60吧。所以您孩子是一直在这边，就是上了10多年学啊，从小学，然后回东北参加高考。对，其实很难，这步很难走，因为拖家带口嘛。是的，确实。双方的父母就4个老人。加我们一家3口就7个人，这可是不远千里，2000多公里啊，2300公里啊。对。哎，到最终的归根结底，就是孩子过上他想要的幸福，想要的生活，就是我们做父母的目标，做到了就 OK 了。家人们。现在是早上的3点58分，今天的日出是4点半左右。我们现在去山东最东端的天尽头看一场日出。现在雾有点大，不知道等会儿会不会散。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看到日出啊？我感觉够呛了呀。天气预报说今天晴天，但是在海边，尤其是威海这边，天气预报就仅供参考，一切以实际为准。刚刚路边的这个灯带灭了，现在更像寂静岭了。已经有其他人跟我们一样，也是来看日出的。更有点阴间 disco。我本来昨天在这里已经能看到那个天尽头的石碑的，但现在什么也看不见。那里有一块悬崖峭壁，那边就是天尽头了。我们现在就在山东的最东点，家人们来，看到没？这个就是山东最东点了，也是中国大陆最早能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我们在雾里守了2个多小时，希望海风可以吹散云雾，曙光可以点亮东方。可是雾越来越浓，视线越来越模糊，头发湿了，衣服潮了，三脚架上全是水珠，甚至连海鸥都没有上班。不过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今天虽然海上的雾比较大，但是我们有高科技，我高低得让观众朋友们看上今天的日出。朋友们看天尽头的日出。好，现在日出已经结束了，日落来，天尽头的日落。晚安，马卡巴卡。补完觉，雾稍微淡了一些，我们决定再去天尽头转转，看看早上被大雾藏起来的到底是什么。一上午了，这个雾都没有散去，能见度稍微高了一点。天尽头比想象中要低调，没有那种很浮夸的大门，也没有一堆卖纪念品的小摊，就是2块石碑安安静静地立在海边。第1块石碑上写着天尽头，第2块石碑写着好运脚。我当时就笑了，这不就是人生的2种状态吗？一边觉得走到尽头了，一边又觉得自己还能再抢救一下。可是这里到底是天尽头还是好运脚？谁最早到达过这里？
天尽头又是谁起的名字？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指向了一位2000多年前的皇帝，而他好像仍然站在这里。我身后这3位啊，大家可能认不全，但是在我头上正中间处 C 位这位，大家应该对他不会陌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老熟人了，他就是秦始皇。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曾2次奔赴山东最东的海岸，2次到访，心境、目的、结局竟截然不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第2年，他带着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跨越大半个江山，抵达这片山东最东的土地。史书上对这一段行程的记载只有3个字：穷城山。穷是穷尽的穷，走到底，走到没有路的地方，走到大陆的尽头。一个刚刚统一天下的人，站在大陆伸向海洋的最后1寸土地之上，往前是无边的海，往后是他的帝国。那一刻，他在想什么？是朕的疆土就只能到这儿了吗？还是终究完成了天下统一的千秋伟业？是在想各国死去的将士们已经看不到这片再无狼烟的江山了？还是什么也没想，只是站了一会儿，和如今许多跨越山海来到这里的游客一样，发了一场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呆。他下令让丞相李斯立石碑送秦德，然后就转身离开了。也许就是从那时起，这里便叫做天尽头。也正是这次东巡，他第1次听闻海上蓬莱仙山的传说，埋下了求取长生不老药的执念。随后他召见徐福，筹备船队入海寻仙。时隔9年，秦始皇第2次奔赴山东最东。9年间，他修长城，废分封，统一制度，大秦帝国的机器全速运转，但他已经老了。岁月与政务耗尽心力，他对长生的渴望抵达顶峰。而迟迟未能寻得仙药的徐福却说，海中有巨鱼拦路，阻碍船队靠近仙山，求取仙药屡屡失败。于是迟暮的帝王再次执剑亲征，携弓弩水师，乘船沿海北上，射杀巨鱼，为徐福出海保驾护航。只是谁也没想到，这场为长生开启的奔赴终成一场空。秦始皇在返程的途中骤然病逝。这片山东最东的山海，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1位大一统帝王的巅峰加冕，也给予了他长生的执念与人生的落幕。当我站在秦始皇曾站过的礁石上，看着同一片沧海与长空，我们隔着81万多次的日出与日落，隔着2000多年的战火与和平，隔着400多位帝王的轮番登场，隔着无数人民的平凡一生。时光改变了距离，却从未改变人们向东奔赴的向往。有人为了生活来这里卖樱桃，有人为了凉爽的夏天来这里度假养老，有人因为喜欢大海来到这里寻找自己的职业，有人退休之后在这里开启新的事业，也有人为了孩子的未来携家带口来到这里10年如一日。还有更多像我们一样的旅行者，只是想知道山东最东边到底有什么。一路上，我们不停地问每一个人为什么来到山东最东边，直到站在这里，我才发现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统一的答案。也许人们来到这里，不是因为这里是大陆的尽头，而是希望自己的人生能从这里带着好运重新出发。所以这里既是地理上的天尽头，也是人们心里的好运角。当一个人愿意继续前进的时候，
尽头也就成了新的起点。于是，每一个带着问题与期许来到这里的人，或许都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是牛美丽同学，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感谢你的转评赞或订阅关注。我们下支视频再见，拜拜。